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何炅你好星期六，比节目更精彩的是诚意憨憨的脸和结巴的嘴。同种氛围的奔跑吧和五哈，嘉宾的重要性。要说当下讨论度和热度比较高的综艺有哪些？除了姐姐们快要成团的浪姐6，那应该是终于有了跑男味的奔跑吧了吧。最新一期中，首先看到奔跑吧的兄弟们肩并肩、手挽手的一起往前奔走，以人肉的力量拽动了好几吨的铲车。在震撼和惊讶的同时，兄弟们的团魂又燃了起来。在拉铲车的时候，能看到站在中间位置的李云瑞把身体压得很低，就为了能使上劲，让大家可以轻松点。而有着猎豹称呼的郑恺，只看他涨红的脸，就知道用尽全身的力气了，很赞。更加热血奔腾的氛围，就是兄弟们接力13公里，相互鼓励和拥抱的场面了。犹如从来不跑步的孟子义，坚持跑完500米后，李云瑞担心的眼神，宋雨琦搀扶的动作和李晨、沙溢关心的话语，处处透露出大家是一家人的含金量。暖心的是，缺席的周深和白鹿，他们的名牌也在奔跑吧特制的名牌上。节目组把团魂2字给诠释到极限了。观众热评道：这才是跑男，观众才爱看。直截了当的观众表示，这一期终于有以前跑男的味道了。然而，不止奔跑吧有了跑男的味，连五哈也处处透露出跑男的气息。明明是2个不同的综艺，却让观众看出了一样的味道，这就让大家有些失望了。在最新一期中，五哈的成员在大海边划着泡沫制造的船，要去海上接女嘉宾，再抱着女嘉宾做任务，设定有些俗气了。除了人员混乱和场景老套外，后期还能看到个子矮的王冕、没有体力的陈赫被女嘉宾给对了。儿歌你背我就更低了的梗成了本期最佳名场面了。熟悉的场面直接梦回奔跑吧中蒋欣和陈赫不对付的一期了。这不就是复制和粘贴的存在？而且也能看到邓超穿着指压板的鞋子，脸上出现了极其痛苦的表情。观众点评道：怎么感觉越来越跑男化了？建议性的观众表示：李乃文常驻吧。看来自然抛梗的李乃文退出后，五哈搞笑的综艺效果就一般了，足以证明综艺的收视率和讨论度高不高，一看嘉宾，二看桥段设定。犹如何炅主持的你好星期六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平常根本进不了综艺热榜前10名的位置，也上不了热搜，跟频频占据热搜的浪姐6更是没法比。而这次随着富山海中的诚意、张智霖来了后，收视率飙升，就冲上了热搜，又一次凸显出综艺内嘉宾的重要性了。而且作为主持人的何炅表示，想要诚意常驻的心这么快就来了。不过看完诚意的综艺效果后，才知何炅捧杀的含金量是如何的。以武林为主题，玩不起的他。众所周知，富山海的故事情节就是诚意饰演的萧秋水通过提升武力后当上武林盟主的走向。而本次你好星期六的开场也是以武林为主，后面的小游戏也是肢体动作居多，节目组倒是用心了。随着开场白结束后，李雪琴指挥杨迪，张延齐指挥高瀚宇，做起了身不由己猜词的小游戏。在整个过程中，高瀚宇的身体几乎不离的，而杨迪靠看他的肢体动作来猜词语，成功率倒是很高，但高瀚宇有些玩不起了。处于游戏规则，张延齐不能说话，直接把他摔倒后，生气了的高瀚宇立马把张延齐给反扑到了。这时，小编想到了五哈内玩得起、情商还高的李乃文了。明明他的手臂都受伤了，还在镜头面前解释是自己被吓得摔倒了，
不赖范志毅。要说高瀚宇玩不起，那全程迷瞪，偶尔答对谜题的程毅就显得有些憨憨了。双手握拳，扭扭捏捏的身姿和自信抿嘴的状态，哪像35岁成年人该有的姿态。而何炅还在旁边表示，先别开心，赶快答下一题，等会再开心，用哄小孩子耳朵姿态来哄程毅。看来一句何老师，何炅身上的胆子好重，不仅要主持，还要带小孩。当身不由己猜词的游戏结束后，又开始了摸黑而航的游戏。在关灯的情况下，张延齐率先摸到枕头后，开始进攻除了杨迪以外的程毅和魏巍。游戏场景设定的很有意思，不仅让观众看到了成年人调皮的一面，也能看到武侠剧居多程毅的核心力量。然而，全程只能说35岁的程毅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有些憨和不精明。程毅憨憨的脸和结巴的嘴。当队友一一被淘汰后，程毅直言要投降和不玩了，只想说综艺效果在哪里。即使杨迪、张延齐和高瀚宇一直抛梗给程毅，让他可以幽默和搞笑点，但都是无用功的存在。就这样，看到身姿利索的程毅全程在翻滚和逃跑，毫无战斗力。以动作为主题的游戏结束了，而程毅无时无刻憨憨的脸和结巴的嘴来了。无论是按鳄鱼牙齿的游戏，还是用词组句的游戏，程毅时常会把说了没彩排，彩排不是这段的言语挂在嘴上。虽然程毅憨憨的脸看着很呆萌，但出现的次数多了，感觉智商有些一般。犹如程毅在游戏输了后，得知要一次性丢到身上4个标签的时，铁憨憨的脸又来了。他磕磕巴巴地说出，这个真没跟我说过。看得出节目组还得手把手地教他玩游戏，要不然根本玩不明白。这不，在组词游戏时，用塑料袋搭讪和杨迪3个字造句的场面，程毅断断续续地说出爸爸妈妈把塑料袋扔了，搭讪了杨迪老师。语文是程毅的弱项吧？而综艺效果拉满的杨迪诧异了程毅的语言功底后，准备让程毅纠正时，何炅和李雪琴出现了。何炅对着杨迪表示，你让程毅说完就过了吗？再说他就会露馅了。看来大家都知道程毅幽默度一般和说话会结巴。正确的答案还是要看才能。做过导师的张智霖，他说出杨迪带着一个塑料袋跟人搭讪，遐想的画面很幽默，语句还通顺，状态也沉稳。紧接着用程毅火和腹肌组词时，程毅磕碜的嘴巴，没有想象力的脑袋又来了，竟然组出爸爸妈妈说腹肌坏了，需要考一下就火了的句，难不成他是下一个文盲王一博？只看杨迪无奈和无语的表情，就知道程毅不仅组句失败，还丢失了词。观众点评道，毫无逻辑，好抽象。然而，谁能想到程毅在综艺正式开录前，还私下彩排了2个多小时，但效果是真一般。观众辣评道，彩排了个寂寞。直言的观众表示，程毅又掉线了。要说智商和幽默同时拿捏了的人是谁，那还是要看何炅。在组句顺畅的同时，还把程毅抛出去的烂梗再结合起来，挽救了程毅的颜面。看来同样腼腆的李现不经常上综艺，有着明智之举。毕竟看完程毅你好星期六的表现后，只能说太沉闷和不太会说话。